基本上从事政治学研究呢，我们会基本上会最简单的，我们会考虑这3个重要的假设。我们为什么要从事政治学研究？第一个假设是我们认为政治学是 assumption of importance， 我们是基于重要性的假设。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，政治是所谓的首要 master science， 首要科学，因为它影响的层面是最深远、最广泛的。基于重要性的假设，所以呢，政治学里面会有非常大的一部分。我们会从事所谓的 normative analysis， 所谓的规范性研究。规范性研究，什么是重要的？什么是不重要的？什么是对的？什么是错的？整个政治学的发展，整个政治的一些思想，也是从过去到现在2000多年来，人类不断在改变。过去我们所说的存在的，它是存在，可是它不见得是对的。我们希望提出一个更好的一些标准，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不好的，然后希望整个人类生活呢朝向更好的一方面发展。很多事情它是有对错的问题的，而从事这一方面研究的，我们称为叫规范性研究。当然，它一直都是政治学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他所问的问题是 "it should be" 的问题。他不仅想要研究的是，不是说凡存在的就一定是合理的，更重要就是说，凡存在的它有没有可能改善？它是什么固然重要，它应该是什么可能更重要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基于所谓的 understandability， 所谓的了解性、可了解性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想要了解为什么，它的原因，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事出必有因嘛，对不对？很多现象为什么会存在？为什么？在台湾，我们的半总统制跟法国的半总统制不一样。同样都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并立混合制，在日本的运作跟台湾的运作也不太一样。那么，当然基于这个假设呢，我们会发展出所谓的 empirical analysis， 所谓的经验性的研究。经验性研究，经验性研究是政治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他所问的问题呢，就跟刚才的规范性研究不太一样。他所问题是 "it is" 什么？它是什么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？我们希望发掘真相。我们希望建立通则，我们希望进行一些事情的复杂的现象的归纳，我们希望能够提出理论，这是做所谓的经验性研究。那政治学研究呢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假设，就是所谓的 controllability， 可操控性。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我们知道它为什么会如此，我们希望能够找出它的一些因果关系，我们希望建立理论。我不是只是想要判别什么是对的，是错的，而重要的是我能够提出药方，能够改进。好，这都是我们所说的政治学的基本的假设。我们是基于政治是重要的，我们基于政治我们是可以了解的，我们基于政治它是可以被控制的。而这个情况之下的话，那么我们才会从事政治学的研究。事实的存在，每个人有不同的价值观，你可能喜欢它，你可能不喜欢它，但是我们所希望从事的政治学研究的话，是你不必对于事实生气，你是要了解它的现象，然后提出可能改变的方式。这是我们自从96年有总统大选以来，历年的总统大选的投票率，你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。我们首度所举办的总统大选，因为虽然是第一次，但是事实上那一次竞争不是很激烈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李登辉一定会当选。后来李登辉也果然是以54%的得票率当选，超过半数当选了总统。那么当时的几位挑战者其实完全没有办法跟李登辉竞争，所以投票率相对而言不算太高，76.04%。那么总统大选投票率在台湾最高的一次呢是在2000年，
那么高达了82.69%。那2000年大家都知道呢，因为竞争非常激烈，变成是三方竞逐。好，那么陈水扁、连战还有宋楚瑜，当时其实候选人有5组啦，有5组候选人，还有一组叫做许信良，还有另外一组叫李敖，另外2组我们就把它忘记了。那么这3组的话，那么因为这个连宋扁的竞争非常非常激烈，当然也带动了整个投票率拉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82.69%。但是从此之后，从2000年之后，你可以发现大家对于政治的狂热也渐渐的逝去了，所以投票率呢一路下滑。那今年1月14号所举办的2合1选举，投票率呢只有74.38%，并且总统大选的投票率比立法委员的投票率还稍微低一点点。那我们的立法委员投票率的话，其实也很有趣。那么过去3次的选举，投票率呢分别是2004年那一次的话，投票率是59%，不到60%。那么2008年那一次呢，更低到58.5%。那么今年跟总统大选合并，投票率一下暴增，从58、59一下暴增成74点多。那么当然也是因为2合1之故啦。但是呢，无论如何，你可以发现，台湾的总统大选为例的话，7成8成的投票率算不算高？我可以告诉各位，以全世界的角度而言的话，不算太高，大概顶多是中等。你不要以为台湾的什么政治参与多么热烈，错，那是错误概念。我们的以投票率而言的话，我们的国会议员的选举投票率一向都是排在后面。好，就像是欧洲国家比例代表制，好，他们只选党不选人。但是一般来说，很多欧洲国家，包含像德国啊、北欧的国家，投票率通常都是7、8成以上。台湾我们只有竞选过程非常热烈，可是投票率却不太高。好，请注意，这是不太一样。当然有许多的一些因素造成的，比如说我们没有什么不在籍投票，对不对？100万的台商基本上能够回来投票的非常少啊，等等，很多人当兵啊、求学。工作在外地人都没有办法回户籍地投票，所以这个因素呢都会造成台湾投票率其实不算太高。全世界其实民主国家里面投票率有几个国家一向都不高，一个是美国，一个是瑞士。好，瑞士因为一天到晚投嘛，公民投票那么多。以美国来说的话，他们会认为说，其实因为政治上也没有太大的一些特殊问题，好，大家啊这个经济稳定啊，生活都很这个正常。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，他们很多民众可能会关切是其他的事物啊，不见得都是会把心思放在政治上面。而这个情况之下的话，投票率当然就不会太高。最近这些年来，在美国，由于这个一些健保的改革，一些大企业的纾困啊，还有一些联邦预算赤字的一些问题，使得许多的美国人最近这几年又逐渐的对于政治感到的一些兴趣。当然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参考的指标，好，就是这几年来的美国的总统大选的投票率有回温的现象。最近这些年来，美国的总统大选，它的投票率分别是我写在黑板上，提供大家做个参考。好，这是最近4次的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。那么从这个跌到谷底的，就是96年那一次，好，已经只有将近，如同课本所说的，将近5成的投票率。但是呢，上一次的2008年已经各位看到最近这几次，一次比一次高一些。那么到了2008年的时候，已经回到6成以上了，63%的这个投票率。第一个呢，因为这个竞争的激烈，今年的话，目前看起来的话，奥巴马跟罗姆尼2个人的竞争还算是蛮接近的。那基本上说起来的话，如果总统大选的竞争越激烈，相对而言投票率就应该不会太差。第二个，因为最近其实这些年来，美国国内的所谓的意识形态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抗，好，越来越严重，好，也就是所谓这个以后我们会谈到保守主义、自由主义的对抗。那么最近几年因为健保的一些方案等等，使得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分歧，在意识形态上的这个差距呢越来越大。所以这个情况之下，或许对于投票率呢也会有所影响。虽然总统大选以美国来说的投票率略微回升，但是以美国的投票率而言的话，在全世界而言都算是蛮低的。当然，这会引起了一些学者的一些思考。好，以美国一个那么民主成熟的国家而言的话，为什么反而会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我们这边称为叫做去政治化的迹象？什么叫做去政治化的迹象呢？
也就是说，许多的人似乎呢不太愿意谈论政治，对政治没有兴趣，或者是说不太愿意参与一些政治的一些活动。好，尤其是以年轻人为主，几乎当然这不仅是在美国，甚至全世界的国家都如此。年轻的族群，好，用最简单的指标来看，投票率，你越是年轻的族群，越不喜欢去投票。好，投票率一般来说最高的往往都是50-60岁以上，甚至更高的一个年龄层。年轻人30岁以下的，反而投票率是最低的一个族群。事实上，这种去政治化的现象呢，会让一些政治学者引以为忧。好，如果年轻世代都不愿意谈论政治，甚至不愿意参与政治，像是投票的话，那么等他们长大之后，或许呢，整个的政治参与在很多民主国家会越来越的式微。那当然这是一个危机啦。但事实上呢，也有一些学者他会做另外一个层次的一个思考，他们就会认为说，其实一个国家如果以投票率为指标来看的话，到底多少的投票率算是适当的？你可以发现很多国家投票率很高，并且高得吓人，对不对？你看看以前过去伊拉克什么海珊当总统的时候，投票率动辄就是90%几，那是一种好的现象吗？很多国家，比如说像那时候这个伊朗，好要实施这个伊斯兰宪法，好把巴勒维去除，用公民投票来决定这个新的政体，投票率都是这种90%几。所以其实很多人认为说，在某一些国家投票率高到吓人，甚至是非常高度的热衷参与政治，对一个国家未必是一个好事。当然，如果大家都不参与政治，也不太好。所以，当然，在一个比较成熟民主的一个稳定的国家的话，投票率其实不会太高，但是当然也不能够太低。当然，也有人说，其实大概6-7成的投票率就算是合适的。所以呢，其实投票率的话，它的高低作为一个指标是可以，但是不是唯一的指标了。当然，我们也必须强调，到了21世纪的今天，事实上参与政治、投票当然是一种主要的形式，但是我们也知道呢，事实上目前参与政治的形式会越来越多元。啊，比如说现在网络普遍之后，很多年轻人他们所关切的政治，可能在网络上，好很快的发起一些活动，也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。对我们所看到的最近几年的阿拉伯之春，可能就是透过脸书、透过网络的串联而造成非常重大的一些影响。当然，也有人会怀疑说，像脸书的话，像这种参与的话，到底它实际效果为何，还是值得思考的。我们时常听到一句话说，这个叫万人响应，无人到场。对不对？大家按赞很高兴，然后到时候甚至去了现场没有人参加，所以很多情况之下，当然这一方面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思考的。我们现在参与政治的形式，好这种审议式的民主啊，好到这个电子网络的普及啊等等，那么其实参与政治的形式，好除了传统的什么上街示威游行啊，什么联署啊，或者是投票之外，其实还包含了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。那我们年轻世代选择关切或参与政治的方式，其实跟过去也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性。